喜欢存钱的人必须要恭喜你，因为到2024年的年底呢，你就会发现你辛苦存下来的钱将会一文不值。而喜欢投资的人呢，就更要恭喜你了，因为现在你就可以发现，你做大部分的投资都会亏钱的，因为毫不夸张的说，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无论这个钱是放在你的手上，还是拿去投资，都将会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那么我们要如何自救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如果你熟悉我的话，我讲的这些都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印尼、埃及、土耳其，还有南非无数国家的货币都在不断的贬值。货币贬值的意思呢，就是你那个国家的资产被贱卖嘛。比如说现在日本贬值了30%，那么有个日本人想要卖房，标价是10个亿的日元，死都不肯降价卖给我的，那么没关系的。以前我要拿着1000万美金才能买到这套房子，现在这个日元贬值了，我只需要拿着700万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我直接就告诉那个日本人，所有人呢都在砍你的价，但是我就不砍你价。你想要卖10个亿日元对吧？我多给你1个亿，直接付你11个亿，要不要？然后呢，他直接就很感激我了。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房子其实已经被打折贱卖了，而他呢还不知道。而这还只是货币贬值，但资产的价格不变的情况。那么最可怕的事情呢，真的已经出现了。你会发现有个叫做津巴布韦的国家，它的股市就因为货币贬值，一天里面呢就直接暴跌了99.95%。也就是说，你今天早上投了1个亿进去，下午股市收盘的时候呢，你就只剩下5万了。因为当大家都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呢，他们手上的资产其实也在无形贬值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立马的把所有的资产卖掉，然后换成其他的避险资产，比如说这个黄金。不过还是那句话，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又不住在这些国家。各位有没有听过他朝君体也相同啊？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发动了最后的收割，而历史总是不断的重复的。过去任何的金融危机呢，都是来自于骨牌效应，就是说今天你这个国家不行了，然后就烧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不行了，然后又烧到另外一个国家。因为这世界发展到现在，已经很难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了。所以很多比较聪明的人呢，听到这里就直接无脑的跑去买黄金，因为深思古董，乱世黄金嘛。尤其是连那个伊朗跟以色列都爆发冲突了，连无数国家的央行都买入了很多黄金来避险了。那么当我买入黄金以后，最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货币都不值钱，这样我买入的黄金呢就会疯狂的暴涨，对吧？我笑了。按道理来说呢，这些这么聪明的人都冲进去买黄金了，黄金的价格应该是暴涨才对啊。那为什么在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黄金的价格反而在一天里面瞬间的暴跌呢？有没有机会这些人其实只是接盘侠而已呢？大家都买黄金，黄金的价格就会涨吗？我告诉你，一切的价格升跌源自于供需，也就是有多少人买，有多少人卖。而你知道吗？美国的资本家已经押上自己3倍以上的身家去做空黄金了。那么全世界现在美股跌，黄金跌，比特币也跌，甚至连货币都跌了。但是唯一有一个地方的资产呢，有可能才刚开始暴涨。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个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好了，说句不好听的，不要介意和走心啊。现在买黄金的人呢，就是玩我们玩剩的，什么意思呢？你看啊，4个月前呢，在一切坏消息都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说过，只要黄金突破这最高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入了。这不能造假的，有影片为证。那个时候呢，很多的酸民都攻击我，说我无脑的追高了，准备看我笑话了。结果在3月黄金突破最高位的时候，我们就买入了，1个月的时间呢，就涨了17%左右。而我上一部影片呢，就说到我在4月12号那天就卖出了，然后后面就出现了多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然后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呢，很多的酸民又留言说我卖早了。然后呢，很多人就在黄金反弹的那几天去买入，结果后面在一天里面黄金又跌了超过5%。那么我们一般交易黄金呢，除非玩的是那种 ETF 之类的，否则第一个途径就是买实物黄金嘛。
但是实物黄金的买卖差价是很大的。比如说你是$2400买回来的，然后立刻要卖出去的话，可能你也只能卖到$2300。而我们很多人都会加杠杆去买卖黄金期货，还有这个期权，也就是说，虽然价格是一天跌了5%，但实际上买黄金的人亏损呢，绝对不止这5%的。那么为什么黄金明明是牛市，明明有无数的利好消息，偏偏就在最多人买进的时候瞬间暴跌呢？你会发现，美国有一家银行叫做摩根大通，它的资产大概是有3000亿美金的。然后呢，美国呢就传出一个消息说，这家银行不但收耗了自己全部的身价去做空黄金，更押上自己3倍以上的身价，再额外赌上1000亿美金去做空黄金，也就是11000。做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今天我跟你借了1万吨黄金回来，然后疯狂的卖掉，造成这个黄金的价格暴跌。比如说这个黄金从2400跌到1400美金，这时候我再用1400的价格把这1万吨的黄金买回来，然后把这1万吨黄金加上这个利息还给你。简单来说，就是我在高位把黄金借回来，然后呢就大量的去卖掉，造成这个黄金的价格暴跌。暴跌了之后呢，我就从低位把黄金买回来，然后还给借我黄金的那个人。我赚的就是高卖低买的这个钱。我借了多少黄金，我就还多少黄金回去，然后加上这个利息。但是这个黄金的价格呢就被我砸到暴跌了，所以我还回去的黄金实际上呢是贬值的，能听懂吗？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呢，他接了3倍以上的杠杆，想要把黄金的价格砸下来，从而高卖低买赚钱。而美国呢，也只有大概差不多价值5000亿左右的黄金储备，摩根大通呢就接了1万亿的黄金来做空。那么一旦黄金不跌反而涨了，到时候美国存了100年的黄金都不够他还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资本家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空呢？因为美国最怕的就是黄金。当年的美元就要美金嘛，因为它跟黄金是挂钩的。那个时候呢，国家跟国家之间做生意都是用黄金的。比如说我想要买日本的房子，但是我只有欧元，那怎么办呢？我就先把这欧元兑换成黄金，然后再用黄金去买你日本的房子。然后后面呢，美国的资本家就想到了金本位，意思就是我们用黄金交易太重了，太不方便了，不如这样，你们都把黄金给我，我给你对等价值的美元，然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美元呢去跟世界各国做生意买卖。到时候如果你们想要换回来这个黄金的话，你拿着我给你们的美元找到我们的银行就可以换了，这样呢就方便很多了。也因为这样呢，全世界做生意买卖之前呢，都会先把自己国家的货币兑换成美元。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突然间就取消了金本位。简单来说，就会告诉你美元现在已经不能兑换回黄金了，但是你们依然可以用美元来交易，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美元从此就取代了黄金，成为了这个世界交易的货币。而这个时候呢，美联储就开始不断的印钱了，不断的把印出来的钱以很低的利息送到资本家的手上。而资本家呢，就可以拿着这些钱，透过剪羊毛的方式去买入和收割这个世界资产，这个就是美元霸权。什么是剪羊毛呢？你可以看我前几期的影片。但是当美国不断的印钱，这钱就会不值钱，就会贬值，所以大家就开始不相信美元了，觉得这个钞票到最后就会没有任何的价值。于是呢，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会抱团一起去买入黄金。一旦这美元不值钱了，黄金就会重新取代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所以美元跟黄金是替代品。美元涨了，黄金就会跌；美元跌了，黄金就会涨。那么美国的资本家如果想要维持美元霸权，维持这割韭菜的游戏的话，就必须要让美元强，黄金弱。而打压黄金的方法只有2个，第一呢就是升息，因为把钱存美国银行的利息很高嘛，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把钱换成美元，甚至卖掉这个黄金，然后无脑的放进去美国银行收利息，导致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货币都贬值了，黄金呢也贬值了，那么美元就会升值。而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刚才说的，美国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借给那些资本家，让他们拿出去市场做空和抛售，这样呢就会造成一个突然间有大量的人卖黄金买美元的假象，黄金的价格呢就会被砸下去了。砸下去之后呢，他们就会从市场抄底回购黄金，高买低卖赚差价。也就是说，美国收割全世界的工具，除了升息和降息之外，还可以透过操控黄金的价格。
你可以思考一下嘛，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在抢黄金，比如说我是日本人但我觉得这日元不安全了，所以我就把日元换成黄金，这是不是相当于我在抛售日元，做空日元啊？然后呢，当全世界都觉得这个黄金只涨不会跌的时候呢，当全世界的人都放弃自己国家的货币换成黄金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上演一波高卖低买，就是有时候钱呢不一定是价格上涨才能赚的，跌的时候呢反而赚得更多更快。就好像你从地面到帝国大厦顶楼需要1个小时的，但是从帝国大厦跳下来只需要几秒钟。高卖低买就是掠夺世界财富的其中一个剪羊毛的方法，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知道，而且会讲出来，这是不是值得点赞为我撑腰一下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全世界的货币贬值，黄金比特币就会上涨，然后呢就冲出去买了。其实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全世界的货币贬值，而黄金和比特币呢也贬值，唯独这个美元升值，能听懂吗？那么当很多人都冲进去接盘，而资产的价格被做空打下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就会被套牢了。所以虽然说无论你是什么职业，你都可以透过投资来赚钱，但是决定你赚钱还是亏钱的，并不是靠什么新闻和内幕消息，更不是说什么基本面财报之类的，而是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了经常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一个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但是很多人说我以前的课程都太贵了，你走不进来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而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情况呢，跟过去的历史总是非常相似的。13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布了一个局，先让顶级的投行高盛去唱空黄金，随后呢就让华尔街大力的在高位做空黄金，市场上黄金呢就变多了，价格呢就当然下跌了。然后全世界看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被吓到疯狂的抛售黄金了，也因为这样黄金的价格变得越来越低。而正当这个时候呢，资本家们打算把黄金从低价买回来的时候，做空的风险突然就出现了。中国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神秘的组织，挽救了这个黄金的价格，让黄金瞬间的反弹。他们的名字呢就是中国大妈，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国大妈抄底黄金。我们说做空最怕的就是价格反弹嘛，因为一旦我们不能从低价买回来的话，价格反而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做空就会爆仓。而当时的那些中国大妈就成群结队的飞奔到中国和香港的黄金门店，疯狂的买入黄金实物，有多少就买多少，把这个门店呢都弄到断货了。然后经过这些中国大妈一顿操作之后呢，金价居然反弹了16%左右，所以就把这些美国的资本家搞不会了。按道理来说呢，只要把黄金的价格压低，那么散户就会恐慌，恐慌呢就会把手上的黄金拿出来卖。但是这些中国大妈好像就杀红眼一样，越跌越买。在他们的眼里呢，就好像超市清仓大特卖，好像不用钱一样的，他们反而会有那种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思维，而觉得这个黄金是变便宜了，所以赶快就要去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黄金是可以用来做首饰、做嫁妆、做全家之宝的。也因为这样，中国大妈就打败了华尔街的资本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真相啊。这图呢就是当年黄金的走势图。当资本家开始做空和唱空黄金的时候呢，黄金的价钱确实从之前疯狂上涨的高位瞬间的暴跌下来了。然后很快呢，当出现中国大妈抄底黄金的时候，黄金的价格是真的反弹了16%了。但是后面你也看到了，这个黄金的价格呢直接再暴跌45%，而且是持续暴跌了7年。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3年买入黄金的话，你在20年才回本的。所以大妈真的赢了这个华尔街之战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接盘侠而已？而我们再看看现在的情况，有没有跟当年有一点相似呢？
当日本、英国都在抛售黄金，美国也不再买黄金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中国人都在抢黄金啊。那么当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可以买下美国黄金储备6次的。如果中国有方法推高黄金的价格，摩根家族呢就会资不抵债的爆仓了。但是有一点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其实黄金的价格呢是由期货跟期权来决定和带动的。你这样理解吧，市场上大部分的黄金呢都是由一个国家或者普通老百姓持有的，那么这些人呢买入了之后呢，基本上就不会拿出来卖了。所以黄金就是靠市场上那些流通的一小部分的黄金来给整体的黄金定价。比如说这个世界本来是有20吨黄金的，但是这20吨里面呢，只有1吨是会被拿出来做交易的，其余的19吨都是在国家的手上作为储备，不会卖的。那么剩下来这1吨黄金呢，会有多少人买，然后会有多少人卖，就已经决定了这整体20吨黄金的价格。然后你就会发现虽然说中国从去年买到现在就买了200吨实物的黄金，价值呢有100多亿美元，但你知道吗？美国大通持有的黄金期货都是破万亿美元来计算的，它可以发行很多黄金的衍生产品来操纵这个黄金的价格。而且你会发现，大家最怕世界发生的战争，伊朗跟以色列好像就已经这样结束了。黄金那种避险的属性呢，瞬间就被缩小了，就是说没有那种很迫切要上涨的动力。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看我的影片，我们就会在2000美金的时候买入，1个月的时间呢，已经赚了17%，利润呢已经很丰厚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赌黄金的价格之后到底是涨还是跌了。对于我们而言呢，当美元有可能不降息，当全世界很多重要的货币都在贬值，当黄金的价格突然间在这几天出现大跌，我们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获利离场，把利润放进自己的口袋。如果后续真的被做空了，然后黄金崩盘暴跌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逃生。如果没有被做空，反而上涨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找一个新的机会，比如说重新突破这2400的这个压力位，然后我们再把它买回来嘛。但是目前这一刻，黄金将会是很强势的，所以我自己会选择持有美元。我们不需要频繁的买卖资产，因为我们投资人其实就好像跟猎豹一样，如果我们一看见猎物就追的话，那么只会把这个猎物都吓跑了。在追逐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会损耗非常多的体力，结果猎物做不到，自己呢就被饿死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和等待猎物的出现，然后慢慢的靠近，等到它的防备心减弱的时候，一口咬下去。简单来说，就是目前全世界资产波动都很大，非常的不稳定。我们要做的就是获利离场，守支现金，等待下一个买入的最佳时机。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准备好自己的思维，因为机会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买入什么，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买多少，卖多少等等的问题。而这每一个决策呢，都会决定你是赚钱还是亏钱的。所以你的愿望如果只是每个月额外多赚2-3倍的薪水，那就不是说下班了以后马上换上便利店的制服去餐厅做个适应，因为呢这不是在赚钱的，只是说你在卖血而已。所以而是说从今天开始选择一个在股票、比特币、黄金里面有结果的师傅，学习他的方法，然后一转身拿过来为自己所用。那么现在你可以选择用你的时间完全免费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全世界资产呢都纷纷开始下跌了，唯独有一个地方之前一直暴跌的，一直不被人看好的，但是最近却感觉将要发生大事了，那就是香港的股市。其实香港的股市呢，从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已经从高位暴跌了接近60%了。原因呢，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资本家要切断中国对外融资的渠道，而香港就是这个渠道。所以香港最赚钱的4个领域，出口、旅游、金融、地产，全都在这几年里面一瞬间的感觉失去了竞争力。你出口厉害吧？那就交你中国关税，让你的产品卖不出去，你还怎么出口？然后这旅游，香港的货币跟美元是挂钩的，现在美元这么强这么贵，而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值，那么你是这香港人，你都会带着你的港币到处去玩啊。而如果你是其他地方的人呢，你去香港就会觉得很贵啊。还有这金融
直接就让美国企业撤资，外加制裁中国的上市企业。而香港大部分的股票呢都是中国公司，最后房地产嘛，直接升息，让你香港人买房的利息提高，所以香港的经济呢已经低迷了很久了。目的其实就是美国想在贸易战里面压垮中国，让中国的资产贬值，从而低价买入中国的资产。因为中国依然是全世界第2大，而且发展比较快的经济体，而香港就是这个入口。而到现在贸易战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全世界前段时间的资产都在疯狂暴涨的时候呢，就很适合在现在的高位卖掉之前的资产，然后把钱拿去抄底香港已经暴跌的资产。所以美股、日股之前涨得好好的，最近突然间就出现调整了。而你可以看见香港的股市大盘，以前只要每一次涨到这一条下跌通道的顶部，就会掉头下跌。这个通道的顶部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压力位。但是最近香港的股市却出现了5连升，一周里面开盘5天就涨了5天，甚至说已经有轻微突破这个下跌通道的顶部了，代表香港的股市有机会从下跌的趋势转变成横行的趋势，也就是说香港有机会已经结束熊市了。所以我自己目前的布局很简单，我已经基本上卖掉以前很多暴涨的资产，比特币也好，黄金也好，美股也好，手上现在持有的就是美元和港币，然后一直观察香港的股市，等到出现一些买入时机和强势股票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布局港股。而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希望我一直讲下去的话，你可以留言告诉我。而下一集的影片呢，将会是重中之重，因为有更多的布局和真相将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希望各位可以为我撑腰，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